为什么说尉迟敬德是李世民最信任的臣子？看看他们二人的这段对话就会有答案了。侯君集也差不多了，将来还有太子呢。陛下，难道您没有颐养天年的意思吗？尉迟啊，尉迟，你是不是吃丹吃糊涂了？敢说出让李世民退位的话，尉迟敬德的胆子真是太大了。但李世民却没一点生气的样子，这也足以看出他们君臣的信任。但要是换成朱元璋，尉迟敬德估计都不知死几回了。自从上次他大闹朝堂被李世民警告后，尉迟敬德便提前进入了神仙般的退休生活。甭管是不是演给别人看的，但尉迟敬德已然爱上了这种生活。这衣料啊，是不是薄了一点啊？他们说我有狐臭，这衣料薄了就更搂不住了，而且我还服了10伞。很难想象从前征战沙场铁铮铮的一个汉子，现在竟然讲究起了衣品，甚至出门前都还要撒点香水。不仅如此，每日他还要必备1粒仙丹，而今天他要进宫面圣，更希望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。哈哈，陛下，太子，吴国公，哎呀，你这身衣服很漂亮啊！是啊，打仗的时候真没看出来你喜欢漂亮衣服。我一向喜欢呐。尉迟敬德对李世民说，以前打仗四处征战，总是披着铠甲，满身汗水和泥土，根本没机会穿好衣服。但现在天下太平了，不仅可以穿自己喜欢的衣服，还能服用长生不老的丹药，这小日子过得甭提有多舒服了。说到吃丹药，李世民顿时来了兴趣。他没想到以前不惧生死的猛将，怎么还开始养起生来了？我正想趁这个机会跟你好好说道说道呢。说，我们两个无话不谈。陛下，我真想告老弃骸骨了。你开什么玩笑？你想告老？在尉迟敬德眼里，如今的天下已然平定，百姓也过得安居乐业。要是自己这个武夫还得操劳，那就不是太平盛世了。再说了，也是该让后辈们去担当的时候了。侯君集也差不多了，将来还有太子呢。啊，陛下，难道您没有颐养天年的意思吗？尉迟啊，尉迟，你是不是吃丹吃糊涂了？能说这话，敢说这话的，估计也就尉迟敬德了。竟然让一个皇帝颐养天年，这不是妥妥的谋反吗？要是换做其他人，必须赐他酒足消消乐。然而通过李世民的反应，就能说明他是多么的信任尉迟敬德。我答应你，1个月只上朝2次，行了吗？好，谢陛下。我先告辞了，实在是到了该服丹的时候了。李世民听后缓缓起身，来到尉迟恭面前，关切地提醒这位生死兄弟，吃丹没什么好处，让他一定要小心。好，这我懂，那我告辞了。说罢，尉迟敬德便乐呵呵地转身离开。望着尉迟敬德的背影，李世民陷入沉思，不由得怀念起了他们一起并肩作战的日子。800人就800人，我们去打！秦王拿弓，尉迟敬德执矛，这天下还有谁能挡得住？如果不是尉迟敬德那般豪言壮语的激励，如今的天可汗李世民可能早已死在李建成和李元吉的手中了。不光如此，尉迟敬德甚至愿意为了他牺牲自己。回想在玄武门时，李渊的处理可是一大难题，尉迟敬德便站了出来。陛下的事情交给我好了，我来做恶人，殿下来做好人。尉迟敬德的意思是，李渊若不给面子封李世民为太子，那就由他来斩杀李渊。他不怕遗臭万年，更不怕身首异处，而李世民也可以杀了他为父报仇，给天下人一个交代。不管从哪一方面来说，尉迟敬德始终是李世民最信任的人。等目送尉迟敬德远去之后，李世民又将目光落在了李承乾身上。他想教会儿子作为帝王的一切，可李承乾却不是李二内心深处那个最理想的人选。你在和平之年被立为太子，无功受位，完全是因为你是长子。陛下，如果我有错的地方，我绝不再犯。最近我苦读中庸，获益良多，明天写了文章，请陛下过目。李承乾说罢便要起身前去读书，不过他刚刚一番成熟稳重的话语倒是让李世民有些欣慰。但是看着他一瘸一拐的样子，李世民还是忍不住叹起了气。送走了尉迟敬德和太子后，很快又迎来了李道宗之女文成公主。当年定好的7年之后远嫁吐蕃已然来到。然而看着文成公主变得落落大方，李世民也是大吃一惊。回想7年以前，李世民选中她的时候，她还和高阳公主一样轻浮粗鲁。你错过了一次显贵的机会。我身为公主，还有比公主更显贵的吗？你听说过皇后吗？皇后，陛下，你疯了！我怎么
怎么能当你的皇后呢？李世民听了哈哈一笑，随后认真的说，并不是要你做自己的皇后，而是去吐蕃做皇后。文成公主听完自然是100个不愿意。吐蕃离长安整整几千里，这跟流放有什么区别？于是当即撒起了娇。我不离开长安，我要打马球。你离开了长安，照样可以打马球。朕打下了天下，让你们尊贵起来，让你们可以打马球，让你们歌舞宴会，让你们世世代代的快乐下去。朕要是你，朕就会想，应该做点什么才能让大唐有世世代代的。李世民的道德绑架让公主哑口无言。虽然现在的文成公主仅仅只有13岁，但她已然明白了李世民话里的意思，牺牲自己一人就能换回吐蕃与大唐世世代代的和好。我要跟我父亲说，我要跟母亲说。他们都答应朕了。不，我还是要跟他们说。好吧。那我什么时候能够回来？李世民不想欺骗文成公主，于是把她喊来自己跟前，并递给她一杯葡萄酒。去了就永远别回头。对于一个仅13岁的小女孩来说，这无疑是件十分残酷的事。但尽管心中充满不舍，可她也无法反抗命运的安排。因为深知与大唐的安宁和繁荣相比，她对家人的留恋和对长安的思念终究是微不足道的。房玄龄看到这一幕后，也不由得发出感慨：历朝历代和亲都是不可避免的。我们嫁出去的公主不比汉朝少啊，这一个公主得顶上朝廷10年的军粮，没办法。不过我们现在嫁出去的公主不再受委屈了，能和大唐联姻是她的求之不得的事啊。7年后，李世民看着迎面缓缓走来的文成公主，这让他不由得感叹道：真是女大18变。经过7年的蜕变，文成公主变得仪态大方，跟打马球时几乎不是同一个人。完全是脱胎换骨啊！这还是我李家的女儿。陛下托付给我的是朝廷大事，不是儿女亲情，我怎敢掉以轻心？这些年我一直勤学礼仪，聘师教授文史，唯恐不能完成陛下大任。如今时日已到，但小公主却依然放不下父母和长安。但纵使有千般不舍，也无法违背命运的安排，只能强压悲痛走向那一去无返的起点。公元641年贞观15年正月15日，在这个本该阖家团圆的日子里，文成公主身穿毛皮大氅跪拜了大唐皇帝。可临走前的心情让她发出了无限的感慨：什么时候不嫁公主，天下也太平就好了。你顶得上10个领兵的将军。陛下放心，我去了，大唐和吐蕃从此友好，不再有兵戈。7年以前，文成公主还是一个什么事都不懂的毛丫头。7年后，她就要为了国家，为了家人和百姓，嫁往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。从此，她真的就要和自己过去所有的一切说再见了。你不要哭，风会把脸吹皴的。陛下，你也别哭。就这样，文成公主远嫁吐蕃，让吐蕃国与大唐开启了200多年的友好和亲关系，而文成公主也凭借自己的贤良淑德享誉后世的盛赞。